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世嘉 MD 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《战场之狼2》。MD 版本的《战场之狼2代》除了复刻了街机的游戏之外，还加入了一个原创的模式。我现在录制的就是原创模式。这个模式除了咱们可以使用默认的主人公之外，随着游戏流程的推进，还能够救出几名同伴。这几名同伴性能各异，使用的武器也不同。人物的属性包括了攻击力、移动能力，还有血量最大值的上限。咱们可以在游戏的商店系统当中，或者是在游戏的关卡流程当中捡到提升人物属性的道具。每个人物属性的上限是有区别的。咱们在救出新的同伴之后，就可以随时切换他们上战场。每个人的血量、炸弹，还有各种的升级道具都是分开计算的。其实这个模式有一点让我想起了 FC 红白机平台的魂斗罗力量。这里是第一关的 BOSS， 放了一个炸弹，拼了一下血。这款游戏的难度还是不低的，敌方的子弹非常多，所以说如果能把 BOSS 拼下来的话，那我就懒得躲了。游戏的流程长度是8关。通关的话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左右。这里我救出了第一名同伴，这个同伴应该是最好用的，他的武器是喷火枪。喷火枪的火焰可以甩动，把它换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而且调整角度的速度很快。游戏当中的敌兵很多，这样的话，这个角色在整体的流程当中是绝对的主力。咱们默认使用的角色的特色是移动速度最快。游戏当中捡到靴子是增加移动速度的。如果你想速通的话，那就需要使用第一个角色了。喷火枪的攻击力中上吧，因为后面咱们会救到一个使用激光枪的，他的攻击力是最高的。游戏当中还有很多这种隐藏的路线，一般来说隐藏的路线给的道具都比默认的路线要好一些。比如说默认的路线可能是3个宝箱，那隐藏的路线就是给了4个。我知道的隐藏路线都尽量的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如果有遗漏的，大家可以在弹幕里边或者是留言里边提醒我呀。打第2关的 BOSS， 我又放了一个炸弹。游戏当中几乎所有的炸弹我都会给这个2号角色的。第3关悬崖。刚才第1关的战场是咱们的着陆地点沙滩，第2关的战场是丛林。第3关这里又救出了一个同伴，这个同伴应该是最废的。他的武器是火箭筒，但是攻击的距离非常短，而且射击的频率也不高。大家想一下，你的攻击频率低还短，这谁愿意和你一块玩啊？跟大家演示一下，后面可能他就很少能够上场了。
所有的增加人物属性的道具，可能它也是最后一个才能够捡到的。喷火枪的威力优先加满，然后是激光枪。激光枪在后面打一些 BOSS 的时候有奇效。前2个人物的属性满了之后，可以考虑升默认的人物，因为它的移动速度很快，可以快速的通过很多危险的场景。后面的2个角色就无所谓了，可能很多小伙伴比较喜欢使用跟踪导弹的那个角色，但是它的话只是在特定的场景有应用，比如说关灯的场景。其他情况下，我还是更喜欢使用喷火枪的这个角色。喷火枪的速度已经满了，所以说刚才我把靴子让给了其他的角色。这里捡到了一个防弹衣，又是商店。大写的 M 字母的道具就是炸弹，写着 P 的就是咱们的攻击力，还有绿色的条状的道具就是增加你血量上限的。这个地方有一个藏得比较深的隐藏，看起来桥是断的，但实际上可以走过去。这里和默认的路线是有一点区别的，默认的路线左边有3个箱子，这里边是4个。箱子里边还有炸弹，其实版面如果背得熟的话，这种箱子就不要拆了。3罐菠菜，也是回血的道具。这关之前一直像是在下雨，还是有沙尘暴啊。这会儿终于是停了，咱们也能够看清战场的情况。第3关的 BOSS 是一个坦克，这里我又要吐槽啊，它的主炮是喷火的，副炮也是喷火的 ，SE 应该是坦克1炮。而且是双 SE， 还有一个发射火球的。玩过重装机兵系列的小伙伴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。第4关，湖泊和沼泽。第4关有一种非常讨厌的怪，就是这种穿着蓝衣服的水鬼，移动速度很快，贴近了就是一刀。很难躲，有2个解决方案。第一个就是使用默认的角色，移动速度很快，把它甩开。第2个就是使用喷火枪旋转来护身。刚刚又救出了一个同伴，是使用激光枪的，他的攻击力是真的高啊，但是真的是难用。因为虽然它射得远，但是它比较细呀，攻击的距离很窄。凡事兴一利必有一弊吧，咱们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战场情况使用不同的角色。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了一下激光枪。地面捡的勋章就是在商店里边花的钱币，不同的道具价格也不一样。血量上限，换一个人捡，换了一个最废的呀。
本作是1990年发售于街机平台，但是世嘉 MD 的版本是91年的事情。不过《战场之狼》初代是在1985年发售的，这个年代是很早。初代的美版的名字叫做突击队长，你也可以叫他另外一个名字名将。当然了，此名将非彼名将，他只是不小心和后来的轻版动作游戏重名了而已。实际上，突击队员或者说突击队长这个名字来源于施瓦辛格的电影，并且初代的《战场之狼》基本上确立了一种游戏类型，这种游戏类型就是跑轰，英文的话是跑和射，一边跑一边射。你听这个游戏的类型你就知道，跑和射难度系数不低呀，对玩家的要求非常高。反正就是豁出去了，是吧？第5关，沙漠。本关有难度，因为对面有好几辆坦克。当然了，咱们也能够搞到载具。之前咱们就搞到过，开的是汽艇。本关应该能够开到作战的吉普车，可能定位上有一点像重装机兵初代的2号战车，或者说是联合大作战的2P使用的战车。但是本作里边的载具真的是弱呀，攻击力超级的低，血量也不多，被这种默认的敌兵打上几枪，你的战车就炸了呀。使用激光枪的这个角色现在的参数已经提升上来了，所以说本关就给大家用一下。这边应该是有一双鞋，前方是2辆坦克，使用激光枪大概4、5枪就能够打爆一辆坦克，但其他的武器要打半天啊。有载具了，这里的一排的树都是有隐藏道具的，除了两边的，中间的咱们都要拆掉。再往前走的话，也有一棵树是有隐藏的，就是这里。刚才那排树就比较坑了，里面藏的都是炸弹。咱们有18块钱，可以买一个炸弹，再买一个升级武器威力的。想把默认的角色升满，需要的道具是真多呀。这里我是开了连发，不过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连发是游戏当中的一个功能，咱们可以在选项当中开启。这一点官方还是比较贴心的。这个隐藏藏得比较深，因为一般的木质的鹿角是过不来的。但这个地方只是有贴图，咱们可以直接穿过来。前方的版面就要换咱们的激光枪了。
激光枪的穿透效果很好。左边应该还有一个炸弹，这个炸弹可以用来打 BOSS。本关的 BOSS 有3个，这里的车队无所谓，站在一边清就可以了。一会儿会上来3辆战车。出现血条，你就知道那几个货才是 BOSS 啊。好的，出场了，2枪就可以干掉他们1格的血。咱们还有一个炸弹可以用。这里打完，本期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